随着边境松绑最近有越来越多人出国，而其中邻近的冲绳就是蛮多人的选项之一。不过你知道今年刚好也是冲绳返还的50周年吗？你知道这50年甚至是这500年冲绳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冲绳返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冲绳，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海边、啤酒、冲绳料理，或者是水族馆、美军基地，又或者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它是日本的一部分。不过事实上冲绳的日治时期呢，其实从甲午战争后才正式开始的。而此外，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实也是有20多年的时间，冲绳是由美国管理，一直到了50年前，也就是1972年，才从美国回到日本手上。到底冲绳是怎么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为什么美国获得冲绳之后要把它还给日本，但又继续的驻扎军队？日本跟美国人到底在搞什么？他们这样子一下我给你，你给我的，冲绳人难道都没有意见吗？在正式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觉得和伴侣的亲密互动越来越固定了吗？想要大胆尝试不一样的体验，又不好意思问人吗？你的烦恼都可以在图文不符上课喽，与义务梗塞一起推出的性爱知识课找到答案。现在新课上线了，早鸟的限时优惠是65折，加购经典课程再打7折。大人的床上家教班带你和伴侣学习各种新技巧，找出喜欢的亲密方式。大人的后花园欢愉课中呢，会有更详细的步骤，让新手也能够顺利体验没有试过的快感。用专业又正确的知识，为生活增添更多爱的鼓励。想了解更多课程内容与把握早鸟65折优惠吗？快上 Press Play 搜寻吧。除了冲绳以外，我们常常也可以听到有人用琉球来称呼冲绳，这两个名词究竟有什么差别呢？以地理来看，冲绳群岛跟琉球群岛的指涉范围不一样。琉球群岛这个词蛮复杂的根据语境还有中日文的不同，有3个可能的地理范围。但简单来说，琉球群岛的范围比较大，而冲绳群岛的范围比较小。以文化的意涵来看，冲绳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亲日本的用法。在加入日本之前呢，琉球群岛本来就有一个琉球王国，从15世纪开始，琉球王国就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不过，因为他们的国力并不算特别强盛为了维持和平，后来陆续纳入了中国跟日本的朝贡体制，分别像中国的大明帝国、日本的萨摩藩朝贡，成为了琉球藩。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中国都是琉球王国的宗主国。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今天除了在特定的脉络以外，我们都会统一使用冲绳这个现在大家比较常使用的名称。那冲绳到底怎么从摆荡于中国、日本之间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呢？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日之间的平衡也逐渐被打破。日本对于冲绳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一开始，日本还是用琉球藩的名义来称呼冲绳，避免中国的不满。不过，到了1879年日本直接将琉球藩废除，设置冲绳县。不过，此时冲绳人的认知仍然是以过去的琉球王国为主，也有不少人期待中国能够发挥影响力，制衡日本，让琉球王国回归。但随着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战败，中国完全丧失了对冲绳的话语权。而日本对于冲绳的统治也就更加的确立。在1895年以后，冲绳的历史其实跟台湾有点类似，逐渐现代化，逐渐日本化，但受到差别待遇，没有办法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一直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情况才出现了一些改变。2战的后期，美国实施跳岛战术计划逐步的占据太平洋上面的岛屿，最终的目标呢，则是日本本土。1945年6月，美国先占领了冲绳，并成立军政府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1945年的8月，日本投降，2战结束。战争结束之后，一开始美国的国务院其实是打算归还冲绳，不过美国军方看上了这个冲绳的战略价值，认为冲绳是防堵共产势力的重要一环。麦克阿瑟说服了国务院，要让冲绳以信托统治的名义留下来。1950年，美国把军政府改为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给冲绳人自治的权利，也让他们的信托统治看起来更加的名正言顺。不过，这所谓的信托统治到底是什么呢？2战结束之后，有一些地方之前呢有战败国占领的区域会被联合国列为托管地区。联合国托管的目标呢是让当地去殖民化，往自治或者是独立的方向前进。不过冲绳的托管却跟一般的托管有点不同。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根据旧金山合约，冲绳要交给联合国托管，但事实上联合国并没有真正托管到冲绳，而是由美国继续统治。当时的美国虽然计划要将冲绳打造成自己的战略据点，不过冲绳的未来会
会如何，主要还是会由冲绳人自己决定。独立回归一直被美国托管都可能是选项。那当时的冲绳人对于美国的托管统治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一开始其实有些冲绳人还蛮期待美国来治理的，因为相较于还没有民主化的日本，当时美国已经是资深的民主国家。这些人认为美国既然是民主的大本营，那应该会非常尊重冲绳人，让他们过好日子。但后来这个期待却幻灭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不满呢，来自于美国基地以及美国军人的表现。以美军的基地来说呢，军机的这个起降会造成巨大的噪音，储藏着这个化学武器，如果外泄也会严重的污染环境。美国军人呢，更造成了许多治安上面的死角。在冲绳犯案的美国军人，理论上面要送军事法庭审判，但军事审判的结果往往是轻轻的放下，让冲绳人非常不满。此外呢，当时的这个美国希望在当地培养琉球认同，让冲绳的这个日本认同降低。不过这个离日计划呢，并不成功，许多政策都起到了反效果。举例来说，美国在当地成立了琉球大学，本来想要用来培育亲美的冲绳精英，结果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些统治问题所以这个琉球大学呢，反而成为了知识分子聚集的反美大本营。另外，美国打压日语教育的过程当中，也波及到了一些跟日本相关的冲绳文化，让不少冲绳人民觉得美国人不尊重他们的文化。而在种种不满累积之下，冲绳人就越来越不愿意呢，再被美国给统治了。根据前面提过的旧金山合约冲绳的未来由冲绳人决定。那既然美国的表现不佳，不愿意再被美国统治，所以剩下来的选项就是独立或者是回归日本。一开始其实是两种立场都有支持回归日本的人呢，他们可能是怀念日本统治的时期，很想要回归祖国，或者是羡慕日本当时的民主表现和经济发展。而至于支持独立的人，则可能是更为年轻的世代，他们认为冲绳现在之所以会过得那么辛苦，就是因为当初日本为了想要得到战后的和平，背叛他们，把冲绳送给了美国，让他们盖军事基地。那虽然两派想要的走向对历史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这两派在某些事情上面还是有共识的。而这个最大的共识就是希望美军基地可以离开冲绳。那为什么后来回归日本的声浪胜出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首先，虽然当时冲绳还不是日本的一部分可是佐藤荣作呢，还是愿意在经济上面援助冲绳，借由实质的帮助改善冲绳的生活环境，让冲绳人感受到了日本的善意。从1966年开始，日本援助的金额就超越了美国。而另外一方面，虽然佐藤荣作看起来好像当着美国的面在那边洗老大哥的脸，但他还是有办法让美国放心。当时的美国处于越战时期，对外要不断的提防共产势力，自己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可以说是面临一个内外夹攻的窘境。但佐藤不但公开声援越战还承诺会投资美国市场，强调日本会一直当美国的忠实盟友。那对于美国来说，当时很多事情已经焦头烂额，冲绳的这个反美浪潮又越来越剧烈，日本看起来相对让人放心。所以在1971年，美国和日本就签署了琉球返还日本协定。1972年，在美国20几年统治以后，冲绳再度的回归日本。不过，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个所谓的回归，恐怕并没有完全解决当时冲绳人最在乎的问题。刚刚我们提过，冲绳人最在意的问题就是军事基地。不过返还日本之后，美军基地却还是在那边。冲绳占日本国土面积的比例只有不到1%，而他们呢却要负担大约70%的军事基地。但民众心里很容易就会觉得不平衡。所以每年的5月14日，也就是所谓的冲绳回归纪念日前一天，就会有很多的冲绳人会上街和平游行，希望减低基地的负担。而现任的这个冲绳知事玉城丹尼呢，长期以来也是非常坚定的反基地派，减少美军住在这个冲绳的人数一直是他的核心政见之一。不过这样的愿望恐怕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达到。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年为了夺回冲绳日本呢就再三跟美国保证自己会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军事基地就是日本最直接的同盟承诺。如果事后日本反悔，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而一方面，这几乎等于是在挑衅美国；另外一方面呢，随着中国的压迫力越来越大，美日结盟这个态势也越来越不可能轻易的松动。而第二个困难的点可能跟经济有关。冲绳县民的平均收入只有日本全国平均的75%，而冲绳人希望军事基地搬迁，但他们又需要军事基地带来的经济援助。要是军事基地真的撤走了，那当地人的生活会不会真的过得比较好，恐怕也有点难说。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冲绳所面对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但这支影片因为篇幅的关系来不及完整讲，所以如果你知道更多资讯，欢迎都在留言区多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次想讨论冲绳返还的议题，除了很多人都曾去过冲绳以外，也是因为冲绳跟台湾的历史其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原本我们就有自己的居民，有独特的文化，甚至呢也有在地的王国。但后来因为航海交流跟战争，先后跟中国、日本、美国政权扯上关系，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曾经迷失在自我认同的迷宫里面，会自我怀疑我到底是中国人、是日本人，或是也有可能是美国人。回过头来看历史常常也都会觉得很无力。几百年来，我们好像始终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直不断的要跟这些大国互动，跟被他们影响。不过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渐渐的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本土意识，发现其实不一定真的只能够当日本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许单纯做冲绳人或台湾人也可能可以是一个选项吧。好的，那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你最喜欢冲绳的哪个部分呢？喜欢冲绳的天然美景离台湾很近，现在呢已经准备买机票过去了。比喜欢冲绳的多元文化跟料理融合各国的风情，感觉超浪漫。自己喜欢冲绳的历史跟台湾一样，在列强当中生存很有亲切感。第一，其实我对冲绳感觉还好，没有特别喜欢。其他请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冲绳返还的相关历史。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爱尔兰独立以及两韩统一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